当然，我们遇到的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人还是向往大城市的生活，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所以很多人来我们当中的时候，有带的一个心态就是，这次是我一个中间站。是我猜想啊，在这当中会不会有挑战？就是说，有的弟兄姐妹他觉得，哎呦，这个一个是教会小吧，或者说，哎呀，也没有这么好像大教会那样的气势，也可能你们就是比较专注的，就像刚才牧师在讲，就是读圣经啊，专门的去讲一些这个比较说实在的都很难碰到的啊，旧约的一些经文呐、等等。那会不会就让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感觉到，哎呀，这个粮不太吃不下去啊，消化不了啊，或者是说，哎呀，比较闷呐、那我们还是找一些比较新奇的地方啊，这个有活动有 party，或者是说有这个更多的那种啊，在人生当中的这种聚会，谈一谈、聊一聊家常，这样的更开心哈。所以就离开。有没有这些挑战在你们的当中？希望能听一听。好，谢谢凯传你的这个提问。那我想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就是美国中部美中不足，所以不足的不只是在信仰上的资源，在一些社交上的资源也不像东岸西岸，美国东岸西岸跟温哥华这么多彩多姿，所以算是我们的缺乏，可是却是成为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个机会。因为教会外的活动不太多，我们这里有个华人叫华人协会，每年大概就是过年会办个晚会，中秋节会办个晚会，那就大概一年就2-3场晚会。那其他的就是只是到一个人到家里去串串门子了。所以因为聚会不太多呢，所以我们反而有我们也不像这东岸西岸就好山好水啊，这温哥华这景色多么宜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反而可以好好去来这个专注在神的话语，去栽培这个门徒的一个契机。我不认为是一个这个困难，反而成为契机，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其他额外的太多的这个社交的活动，让我们主动去创造一些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反而我们每一年感恩节前一周，我们会办一个1年1度的这个盛大的一个这个聚餐，然后还有这个培灵会，还有布道会3合1的。那这个聚会通常呢，最多人那一场大概可以有150到180人，大概是我们平常聚会的2到3倍。有些人也是可能1年就来这一次进教会，有些人是可能也是新被邀请来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也有这样类似的这个聚会，而且我们教会就是1个礼拜就至少有2次煮饭，礼拜5晚上那一餐，还有礼拜天中午的那一餐。很多这个中心的，尤其主中心的这些的同工这个夫妇，他们真是很委身的。你想1个礼拜就要煮2餐。这样的去投入来创造那个家庭的温馨跟氛围。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不是像这个用很多很吸引人的这个 program 啊，然后呢，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信徒、慕道友或是未信者，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其实都非常喜欢来。有些人他们可能暂时一开始进来。还听不懂圣经，这个新约旧约分不清，然后也有几卷书也找不到，但是还好现在大家都是有手机，全部都电子版，就很好查。那大家也这个是主要是先感觉在这个异乡能够遇到中国人吃中国菜，已经是非常开心的，特别是在美中。然后呢，这氛围很好，那渐渐的来加入，然后来认识，来明白圣经。最重要的是就是跟我们这些基督徒做朋友，发现说基督徒真的跟他们以前可能在国内或者在职场上面遇到的人不太一样。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好心，然后有时候做很多事情就不求回报，甚至有时候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去这个是去祝福别人，都是为别人的好，不是为自己的好。他们就会去思考，他们也就会去观察，他们也会就是去想要了解说，到底我们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在做基督徒背后，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在大教会、小教会，人多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其实教会就是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都成为这个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成为那一个在灯台上面发光的这个灯台。这个灯，我觉得这个在哪里其实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遇到的比较大的挑战就是，就像你讲的，人还是向往大城市的生活。这个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所以很多人来我们当中的时候，有带的一个心态就是，这是我一个中间站，可能这个地方这个生活的。这个物价没有那么贵，租房啊、吃饭啊、油钱啊，都比东西两岸来的便宜。那先选这地方落脚，等到有好机会，我在这个举家搬到大一点的城市、繁华一点的地方，会有的。我们这边的流动性是有的，所以这也成为我们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可能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去带领他认识主，并且使他成为门徒，那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当中有一些留学生来这边，可能也只有2年，有些是读硕士的，都读最好的就是那种读博士，那4年到5年的，那我们就比较多的时间来跟他们接触。那不见得每个博士班的学生在这边都信主，但是他们至少都对教会对福音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有几位也信主。也在考虑也有一位之前去年毕业的博士班学生，他留在这边做教授的。那我之前跟他谈，鼓励他能够去，他其实已经愿意相信耶稣，也开口祷告，让他考虑去能够来受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有挑战，但是同时这个也有机会。那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觉得是弱势的这个条件，我们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明确，反而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优势的机会。